一名桌子上摆满鸡鸭鱼肉，女人宁愿饿着肚子，也不愿去吃。原来女子正是男人的小青梅。潘金凤这情报有误吧？这孙媳妇不仅长得好看，做饭还这么好吃，可比儿媳妇强多了。这儿媳妇做饭跟打仗似的，好几次都差点把厨房给烧了。想到这，他忍不住弯了徐明珠几眼。妈，你看我做什么？你觉得小景做的饭和你做的比怎么样？当然是小景做的好吃。恒儿，你小子比你爸有福气，小景的厨艺这么好，你可是有口福喽。穆奶奶对这孙媳妇很满意，越看越喜欢。奶奶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妈你也多吃点，芊芊你也多吃点，别客气，当是自己家。好，谢谢穆恒哥的，我没有见外，一直当是自己家。穆恒礼让了一圈，到最后也没有和唐景说一句话。恒儿，你媳妇辛苦半天，做了这么多菜，你别只顾自己吃，给她加个她爱吃的。徐明珠也感觉到氛围不对，他俩难道真像潘金凤说的没有感情？恒儿，你俩的婚礼，我们决定到京城再补办一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有，我和你爸过些天也得去你岳父岳母家认个门，你们都领证了，两亲家还没见过面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妈，你安排就好，定好时间了我请假。唐景看着态度不冷不热的穆恒，心里一肚子火。他到底是怎么了？还是范芊芊来了？看着这么漂亮的范芊芊，他后悔了。他今天的态度表明了根本就不重视我。回家到现在没和我讲过话，也没有介绍自己的家人，完全被忽视了，没有一点存在感。唐景是有脾气的，而且脾气还不小。她一直都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，也不会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妈，婚礼还是别补办了，弄得人尽皆知，以后万一有啥变化，不好收场。俩人难道真的没有感情？通过这短时间的接触，这儿媳妇虽然是农村出生的，但是谈吐气质一点也不比城里女孩差，厨艺也不错，长得更是不输给那些大明星。怎么看领出去都不丢人，也没有要求非得门当户对，就想让他找个自己喜欢的。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，看来得找儿子谈谈才行。能有啥变化？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离婚的先例，婚礼必须补办。明珠、清圈，饭也吃完了，我们回部队的招待所吧。我困了，我得给小两口糖地方，让俩人好好谈谈。肯定是那不会甜言蜜语的孙子惹孙媳妇生气了。奶奶，我还没有吃饱，我不走。刚刚听唐景的意思，难道还想着跟穆恒哥哥离婚不成？那我不就有希望？我没吃饱，打包带走，回招待所继续吃。穆恒和唐景送一行人去了招待所。我们谈谈吧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是因为范芊芊来了，你后悔了？没有。我哪里惹你生气了？你告诉我。没有。那是你现在对我厌烦了，不想和我过下去了。不是。81比赛输了吗？赢啊。还是2个字，真是惜字如金。唐景气呼呼就进了空间，他需要泡个灵泉水降降火。半个小时后，唐景心里平静了一些。唐景出了空间，这时刚好电话响了。唐姐，央视做广告的事，我朋友已经谈好了，后天我们一起去趟京城吧。还有开烤肉店的店铺，合同已经到期了，我没有续签，让他们这2天搬离。去京城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装修了。你让打造的那些工具也已经全部做好了。电话是杨丽帆打过来的，不得不说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，办事很有效率。好，那你买票吧，应该还是上午10点的那趟车吧？南昆去京城就这一趟。好，那我们后天上午10点火车站见。挂完电话，唐景发现穆恒正沉着脸看着他，显然是听到他的电话了。看我干嘛？继续忽视我呀？当我不存在？你要去哪？和谁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次说了6个字，不容易啊。回答我。穆恒不在意他的嘲讽，他只想知道他要去哪，和谁一起私奔。我要和帅哥一起私奔。这句话算是踩到了穆恒的雷区，他眸色暗沉，他是不舍得打他，但是他有办法教训他。他一只手横腰抱起他。一夜过后，唐景不得不求饶，我错了，不是私奔，是去京城拍广告，还有珊姐也一起。唐景醒来，他感觉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。这要不是昨晚事先泡了灵泉水，他今天恐怕连床都下不。这狗男人真是不能惹，疯狂起来简直不是人。唐景也没有墨迹，赶紧麻利的做好早餐，用灵泉水熬了小米粥，红萝卜、小葱和鸡蛋一起烙了几个鸡蛋饼，还用空间里的苹果和梨做了水果拼盘。弄完这一切，刚好有人敲门。唐景打开门，奶奶和婆婆还有范芊芊都在门口。奶奶、妈，刚好我做好了早饭，快进来洗手吃饭。3个人却没有动，而是都看向他。奶奶笑得古怪，婆婆一脸的惊讶，不过惊讶过后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就范芊芊一脸黑线，气嘟嘟的，仿佛谁欠她258万似的。奶奶、妈，有啥喜事吗？你们看起来这么开心。喜事当然是喜事，我很快就能抱重生了。小景真厉害，熬个小米粥都这么好喝。确实，这小米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小米粥，用灵泉水熬的，能不好喝吗？先把水喝了，再吃饭。这是一杯灵泉水，穆恒也没说话，接过他递来的水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。喝完之后，明显感觉身体轻松不少，一点困意也没有了，而且这水那么甘甜，不像是平常的饮用水。他看向他，想听他的解释。唐景秒懂，放了点白糖，能提神。恒儿，看你媳妇对你多好，你晚上对她温柔点，别那么粗暴。穆恒当然知道奶奶为什么这么说了。唐景脖子上到处都是他留下的印记，他昨晚有点失控了，被那小女人给气的。只有范芊芊食不知味，她21了，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自然知道唐景脖子上的草莓印代表着什么。她很嫉妒，却也无能为力。对了，奶奶、妈，我明天要去京城一趟，不能陪你们了，让穆恒请假带你们出去玩玩，你们在这多住几天，我在那边带
待一天就回来陪你们。巧了，我们也明天上午10点的火车。你去京城干什么？拍个广告。拍广告？拍什么广告？你是明星吗？唐锦没办法，只能把他是服装设计师的事说了出来。当然得过冠军，是芳华服装厂的股东也说了，这次去是作为芳华服装厂的代言人，在央视做个广告。这儿媳妇是不是太能干了？竟然和老大一样喜欢做生意。那我们明天刚好一起，我还有2个朋友也去。我下午准备点吃的，我们路上吃，火车上的饭不好吃。女人只是请男孩吃了一个鸡腿，就要拆散恶毒女人的婚姻。原来女人背着丈夫和别的男人钻小树林，而她丈夫正是立过无数战功的军人。下午，唐锦去市场买了一些食材，准备做火车上吃的东西。刚到家，潘静和潘峰也来了。唐锦姐姐，我妈让我们来给你送西瓜。我们潘峰好像又长高了。范芊芊看着穿着土气的俩孩子，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心里有点鄙视。穆奶奶却对俩孩子很感兴趣，特别是潘峰。如果他那大孙子早点结婚，估计重孙也该这么大了。来吃糖，2个乖乖。潘峰看见糖，很是兴奋，高兴地接了过来，并递给哥哥一个。你吃吧，哥哥不吃。潘峰，以后长辈给你东西吃，要说谢谢。我相信我们潘峰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。谢谢奶奶，真是好孩子。同时对着孙媳妇更满意了，看来以后有了重孙，他也能教育好。小锦，这俩孩子是你亲戚？不是，他们是郊区潘家庄的。这个潘峰上次掉河里了，我刚好路过，刚好会游泳，把他救了。他的父母非得要感谢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潘静、潘峰，你俩在这玩一会，等会卤鸡腿做好了，一人吃一个。唐锦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转头问潘静：潘静，你认识潘金凤吗？那个女流氓，老认识了。女流氓？潘金凤咋变成女流氓了？你为什么喊她女流氓？她老是和我们村的那个潘铁蛋钻小树林干坏事，我们都喊她女流氓。潘金凤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3个哥哥，也是又矮又胖，听说前些天进牢房了。这下唐锦是完全可以确定潘金凤和那3个矮胖墩的关系了。他果然没有猜错，这个恶婆娘和他钻小树林的潘铁蛋有媳妇没有？潘金凤这样的人不配做军嫂。他男人那么老实的一个人，一心一意为祖国为人民，也是立过无数战功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铁骨铮铮的男子汉，娶了这么个媳妇，真是亏待了。虽说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，但潘金凤这桩婚拆定了，不能让这么个破鞋玩弄军人的感情。潘铁蛋有媳妇，他媳妇叫王大侠，可厉害了，在村里打架没有女人能打过他。他又高又壮的，比潘铁蛋都高半头。晚饭过后，一行人去了军区招待所，屋里只剩下唐锦和穆恒。昨天的事还没有了结，这狗男人昨天晚上在床上热情似火，今天白天就又冷若冰霜了，还是对我爱答不理，小脾气闹得莫名其妙。既然问不出来，那逼他吐露心声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大吵一架。这是你奶奶给的宝石项链，这是你妈妈给的存折，你来保管吧。反正你现在看我也不顺眼，也不想搭理我，将来你要是看谁顺眼就送给谁，比如范芊芊，或者还有李芊芊、陈芊芊什么的。你不是爱钱吗？是嫌钱少吧？区1万块是入不了你的眼。我是爱钱，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爱我自己赚的钱，又不爱你的钱。是你不光不爱我的钱，也不爱我这个人，在你心里我可有可无，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远远没有钱重要。相对于穆恒的激动，唐锦此刻反而是平静的，因为这就是他故意挑起的战争。他理了理思绪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不会那天和吴秀兰的谈话被他听到了吧？不是因为爱情嘛？你当初为了圆房还跳楼来着。那是不小心失足，我可是人间清醒，怎么可能为一个男人跳楼？我的名言是赚钱第一，孩子第二，男人第三。唐锦此刻有点后悔当时的口无遮拦，什么钱排第一，孩子第二，男人第三。知道了男人闹脾气的理由，唐锦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不生气呢？那肯定是撒娇、勾引、甜言蜜语了。唐锦不吵也不闹，转身去洗澡了。穆恒看着唐锦，竟然也不反驳，就这样走了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默认了，果然我一点也不重要，他连解释一下都不愿意。洗完澡，唐锦灵机一动，装柔弱好了。恒哥，我肚子痛，那个大姨妈来了。穆恒的气还没有消，可是一听到他的话，慌了，走过去一把抱起他，轻轻地把他放到床上。穆恒装好热水袋，又去冲红糖水。恒哥，你喂我。唐锦一直盯着男人看，五官立体，剑眉星目，这男人怎么长得这么帅？怎么看都看不够。看半天了，我和人民币谁好看？你好看。那在你心里，我和钱哪个重要？当然你最重要，你都不知道回家那几天我有多想你。这样比喻吧，假如你被绑架了，对方要100万，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花钱赎你。我不可能被绑架，肚子不痛了吗？你说爱我就不疼了？幼稚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家在哪里，有几口人。你嫌弃我不想承认我是你媳妇，从来就不想碰我，还是我逼你和我圆房的。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爱你，很爱很爱，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，比我的生命都珍贵。真的，不骗我。我从不说谎。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你的家庭情况？是怕我赖上你，还是觉得你家人会嫌弃我，因为我是农村的，配不上你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还没来得及说，我认定的事情，我们家不会有意见。其实我见过你爷爷，还有穆影，你那个龙凤胎姐姐。在哪见过？当
当然是京城的军区大院。上次我去京城参加服装设计大赛，住在干哥家，就是陆师长的儿子，他也在那个军区大院。我在大院的凉亭里见到你爷爷和范芊芊的爷爷在下象棋，他们提了你的名字，还提到了你的青梅竹马范芊芊，所以我知道了他是你爷爷。更巧的是，慕莹姐是干哥的女朋友。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小？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？我为什么要说？你都没有给我讲过他们的事情，我还以为你不想让我认识他们，我何必自作多情？我也没有告诉慕莹姐我是你媳妇，她还想着把我介绍给你认识呢。其实我的家庭很简单，爷爷曾是华北军区的总司令，现在退休了；父亲从政，现任京市市委书记。有一个哥哥美国留学回来，现在经商；一个双胞胎姐姐你也见过了，她是个外科医生；母亲你也见过了，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。难得听男人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唐锦真的想鼓掌。他知道他的家世肯定不凡，没想到这么厉害，军区总司令、京市市委书记，哪一个都是他这个小人物接触不到的存在。哟，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呀，难怪不介绍给我认识，怕我因为你的家庭这么厉害，想攀高枝。没完了是吧？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回京城。真的？带你回家。自从前天知道他要去京城拍广告，他就向部队申请了年假，心想着是该带他回家了。这个晚上阴霾散去，互相吐露心意的两个人知道彼此深爱着对方，心贴得更近了。